天氣咁好，真係忍唔住要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大家好啊，今日就同大家評測呢部華為嘅 P20 Pro， 已經用咗3個月啦，咁有好多嘢同大家分享。咁我哋首先睇一睇個規格，搭載咗華為自家嘅麒麟970處理器，6GB RAM， 128GB 內存空間。正面係一個6.1寸18:9嘅 OLED 螢幕，支援 1080p 嘅解像度。螢幕嘅下方就係指紋解鎖，而螢幕嘅上方就係聽筒同埋自拍鏡頭。機側嘅上方就係一個紅外線嘅發射器，可以當遙控器用。另外仲有一個通話用嘅降噪咪，而底部就係一個 USB Type-C 嘅接口。另外仲有咪同埋喇叭。今次嘅 P20 Pro 係冇 3.5mm 嘅移機插頭嘅，而機側嘅右方就係電源嘅按鍵，電源按鍵上面依然有紅色以作識別，另外有音量鍵。而機背就有3鏡頭，最頂部嘅係800萬像素遠攝鏡頭，而中間嘅就係4000萬像素鏡頭，最底嗰一個就係2000萬像素嘅黑白鏡頭嚟㗎。至於外觀方面，我手上面嘅極光色咧係有漸變嘅效果嘅，而每一部機嘅漸變效果咧亦都係有唔同㗎。室外睇、室內睇都有唔同嘅效果。個人嚟講咧就非常中意呢一種嘅設計，整部機嘅外觀設計都好靚㗎，唯獨是屏幕上方嘅劉海，幸好華為都加入咗軟件設定。可以分別地喺唔同嘅 App 入邊設定有冇劉海，甚至乎整體地關閉。上面嘅可用空間就用作顯示圖示或者資訊。講咗咁耐都有啲口乾啦，等我飲翻杯嘢，再同大家講一講佢嘅效能。咁我哋好快咁睇下啲跑分數據，先係 Geekbench 4，跟住就係測試儲存器速度嘅 Android Bench UFS 2.1嘅速度。綜合性能測試軟件 AnTuTu 208,000分，跟住就係測試 3D 遊戲效能嘅 3D Mark， 最後就係 PC Mark 嘅測試7169分。至於真實遊戲體驗，由於大部分遊戲廠商對 Mali 嘅 GPU 優化係不足嘅，所以喺執行遊戲時嘅暢順程度，又或者電池續航力，都比其他手機為差嘅。幸好華為亦都有研發自己嘅 GPU Turbo， 透過系統嘅底層更新，令到遊戲效能得以大幅提升。咁我都好期待華為呢個軟件更新嘅。另外經過3個月嘅使用，華為嘅 EMUI 界面都係保持暢順，冇出現過嚴重嘅卡頓嘅。再講一講相機方面，今次華為呢部機搭載咗 AI 系統，可以自動偵測場景，譬如依家咁樣就偵測到綠葉啦。另外喺解像度方面，我哋可以選擇4000萬像素或者1000萬像素嘅。4000萬像素就有非常之多嘅細節喺張相入邊。但係由於壓縮比比較高嘅關係，所以部分細節亦都係流失咗嘅。若然真係中意聞相嘅朋友，可以開返 RAW 嘅格式，咁就有非常之多嘅細節可以完全睇得晒啦。另外手動模式亦都俾到大家更加細緻嘅選項嘅，快門速度由4000分之一秒去到30秒都有㗎。而 ISO 值就可以手動調校，最高去到6400。正負4嘅曝光補償，每一級大致上係0.3嘅。今次呢部華為嘅 P20 Pro 堪稱影相最強，絕對係冇誇張。由手動模式去到一啲自動嘅 AI 模式，應有盡有，適合唔同嘅人使用。而拍片上面1080p 支援呢個 AI 嘅防手震，效果都係唔錯嘅。但係去到 4K 影片嘅時候就冇防手震啦。另外 4K 影片亦都只係支援30個 frame per second， 咁所以今次呢部 P20 Pro 喺拍片嘅能力上面係比較弱少少噶。試下，不知不覺已經去到黃昏嘅時分啦。大家睇下今日嘅黃昏，
係非常之吸引嘅，亦都係開始試低光拍照嘅時候啦。光線減弱，整件事開始變得好有趣。我哋睇一睇真實相片，4000萬像素嘅相片，隨住光線減暗，相片清晰度開始減退。反而1000萬像素嘅相片，光暗位嘅控制非常之好。以下就係手持4秒曝光嘅夜景模式，唔需要用腳架，只需要撳個掣，大概 hold 住部機就影得到啦。夜景模式，即使樹底下嘅樹葉嗰種暗淡嘅綠色依然可以正常顯示出嚟嘅。而1000萬像素嘅相片喺暗位呢就冇夜景模式咁光亮啦，但係整體上暗位嘅還原亦都非常之好嘅。4000萬像素嘅相片，我哋見到暗部嘅地方色彩開始消退，另外佢嘅解像能力亦都開始下降。跟住我哋試下佢嘅 zoom 鏡頭，依家係 1x 啦、3x 啦，跟住去到 5x 嘅時候呢，畫面就開始鬆散啦。光線充足嘅時候呢，效果會好一啲嘅。至於真正去到晚間嘅攝影，手持嘅4秒曝光絕對係顛覆咗一般人對夜攝嘅認知啊！以下又係去到街上面嘅實拍。我哋分別以4000萬像素、1000萬像素同埋夜景模式嚟拍攝呢3張相片嘅，大家可以睇到夜攝模式嘅威力㗎。至於網絡速度方面，喺繁忙時間下載速度78 Mbps， 而上載速度59 Mbps， 而 WiFi 嘅下載速度有接近400 Mbps 嘅速度，而上載亦都接近有200 Mbps 嘅速度。而喺通話方面，一直都係華為嘅強項，呢部 P20 Pro 亦都唔係例外啊！通話嘅聲音非常之足夠，而且接收能力非常之好。至於喺電量方面，4000個 mAh 嘅大電池，對於一般使用嚟講，電量非常之足夠可以使用2日。而佢嘅快充亦都可以快速咁將4000 mAh 嘅電充滿。另外，軟件上面亦都可以將解像度降返去 720P， 進一步省電。而喺軟件方面 ，EMUI 咧支援咗呢個私人嘅空間，可以將一啲敏感嘅資料，又或者某啲 App 咧擺去一個個人空間入邊，用一個特別嘅密碼或者用一個特別嘅指紋先可以解鎖。另外，單手模式方便手細嘅朋友一隻手使用電話。另外，亦都支援軟件雙開模式，可以同一時間開2個 WhatsApp。亦都可以隱藏 Android 嘅導覽鍵，淨係用指紋掣嚟達成3個鍵嘅功能，好似我依家咁樣。導覽鍵消失咗之後，就可以用盡晒全個屏幕啦。指關節雙敲截屏功能係好方便，好好用㗎。而用指關節畫個 S 呢，就可以進行捲動式嘅截屏，可以將一個好長嘅網頁完全截屏落嚟㗎。而音效方面，佢支援 Dolby Atmos， 不過個人嚟講覺得都係一啲 EQ 嚟嘅啫。而由於佢係冇 3.5mm 耳機插㗎，所以對音質有要求嘅朋友，只要一個 Type C 嘅耳框就已經足夠啦。而喇叭外放質素上面，佢嘅音量唔算最大，叫做夠用。而佢兩邊嘅喇叭並非平衡輸出，一邊係輸出低音，而另一邊係輸出高音。最後就係要改進嘅地方，首先就係嗰個劉海，確實喺某啲時候會引起一啲麻煩㗎，譬如睇片啦，或者某啲 app 啦。而聲稱好厲害嘅人面解鎖，其實用一張相已經解得開啦，只係玩具級數。另外做到呢個光度嘅 OLED 螢幕，竟然係唔支援 HDR 影片播放，咁實在係浪費咗成個 OLED 螢幕嘅。最後做一個總結，呢一部華為嘅 P20 Pro 集合咗最強嘅相機、4000萬像素彩色鏡頭，加埋超強嘅 AI 攝影功能，喺硬照上面基本上已經係稱王稱霸。
只係喺拍 4K 片上面比其他品牌手機遜色好多。旗艦級嘅操作速度，只係玩遊戲嘅時候有些少吃力。EMUI 搭載大量實用功能，亦都可以開啟 Android 慣用嘅 App Drawer 功能。只係 UI 界面嘅外觀設計依然有待改進。可靠嘅網絡連接，加埋清晰嘅通話，加上吸引嘅外觀設計，令佢成為今年最受注目嘅手機之一。咁我今日嘅分享呢，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嘅收睇。